好，要带你来看到的是在北韩现在说呢，已经正式的北韩军进到了乌克兰这边前线要打仗了。俄罗斯跟北韩的外长他们在会谈的时候，当然重申了彼此之间的伙伴关系，同时呢，有一方被侵略的时候就要提供互相的援助。金宇镇也就是金正恩的妹妹出来讲了，乌克兰跟韩国是美国培育的坏狗狗。好，这种讲法呢，听起来好像很可爱，但其实你也知道，金宇镇他是一个蛮烈的人所以他就强调说，这样子的压力跟威胁并阻止不了我们。他说，我们只会变得更强大。这一些有敌意的国家，你不要以为有核武就打造了军事障碍。那在目前前线，如果说是俄罗斯人跟北韩朝鲜军这边一起来协同作战的话，彼此其实文化是不同民族嘛，那文化应该也不太一样，就传出前线有一些纷扰了。好，包括什么呢？包括说俄军领到了北韩军人的罐头，就这样一罐，那当然上面都写韩文，他看不懂啊，他可能就拿起来，然后就抹了他的面包，结果吃完之后才发现，我吃到狗肉了。这个是一个俄罗斯的士兵，他直接录影片说这是来自北韩的罐头，上面写狗肉，他们吃这个看起来好像有些的愤怒，但是呢，在前线里头确实。俄罗斯现在就是需要一些的兵力的帮忙，特别呢是在库斯克这边，因为传出就是让朝鲜军去库斯克帮他们守住北方的这一块，那所有的兵力呢就可以往东撤，去固守他们的东部乌东的疆域。但是呢，战争研究所告诉你了，说朝鲜军即便在前线，顶多也只能帮他们挡个10天而已。他认为金正恩不太可能会无限期、无限制的把他的人力统统投注在上面。如果说呢，现在朝鲜真的跟俄罗斯走在一起的话，那我们的南韩，也就是韩国，会不会有所抵制呢？韩方这边的讲法是说，所有的方案都要考虑当中。当然，他们现在要看的就是两边到底合作到什么程度，彼此帮忙到什么程度，甚或俄罗斯如果真的有提供相关的技术给他们，到什么程度，他们才有办法做出回应。而不只是朝鲜，车臣现在也再一次出兵了。好，卡德罗夫呢跟普京两个人，他们现在传出buddy 嘛，所以愿意再派遣84000名的车臣人前往乌克兰作战。乌克兰这边呢，则是再一次的调动士兵，里头包含了女性士兵，说这些人呢，通通都已经叫训练场来进行训练。至于欧洲他的盟友们，包括捷克，也愿意再释出一些人力，他们允许60名的捷克公民加入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好，到底现在乌克兰这场战争打到什么程度？我们刚刚讲的库斯克这一边呢，看起来有可能朝鲜兵来守。那在乌东的这一块，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哪里？就是红军城了。红军城这一边呢，他们的讲法就是说，希望说呢，能够这里有5条的铁公路，那把它拿下来之后，就是运输非常重要的枢纽。红色这一块呢，是现在俄罗斯他所占领的，他希望呢也能够打到第聂伯河的这一个区块来做一个天然的疆界，所以有可能就是往上这边来打，然后呢往下这里来打。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能不能够在近期内，甚至有一个说法是半年内来达成？大家现在都还在看打得顺或不顺，因为呢，顿巴斯的前线现在看起来是已经被俄罗斯往前再捅进了12000平方公里，所以有一些要城呢持续的在失守当中。同时，他们也说要再夺下2座的村庄，这里面包含了有一个工业的城镇，然后也有一个呢是比较是小村庄，接近卢甘斯克州的。那如果是这样子，彼此前后卡进的话，从这边都是要拿下红军城。所以现在呢，在乌克兰这一边，这一位国会议员，说被称作女督军的国会议员，他就想问我们的前线到底准备好了没？人家是希望用包围式的把我们南北给夹杀，那我们呢？我们现在传出的是前线好像还被迫交易弹药，什么意思？就是有的旅之间，他开始有指挥体系的问题、人力的问题，或者是接不上的问题，那干脆什么？叫炮兵，叫医护人员，他去做步兵，好，然后呢，前线指挥崩溃，所以直管体系也开始出现了彼此之间的讯息上面的落差，这一些都在前线出现。他就说这样还能打仗吗？是不是要赶紧出手来干预了？那英国专家说，其实泽伦斯基早就知道乌军有可能会战败，所以现在的做法就只有一个。
把西方拖进来。一旦把西方拖进来之后，西方头洗下去了，他必须要打到最后，那才有可能对于乌克兰有更多的希望。回过头请教一下介大使，您怎么样来看？现在呢，看起来俄罗斯跟北韩的外长他们的会谈就是把上一次的这个会谈的结论直接履行了，您怎么看？对，我想俄乌战争有一个很多影响啦，其中有一个影响就是俄罗斯跟朝鲜之间加强关系，而且是加强军事合作的关系。我们前2天也看到朝鲜的洲际弹道飞弹试射成功嘛，那这个都是俄朝关系加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指标了。那另外一方面，现在虽然没有完全证实啊，媒体报道的很多。就是说，北韩的士兵已经到了俄乌战场啊，在帮俄罗斯打仗，可是都是报道啊。那很多像朝鲜，像韩国，他就很多报道啊，就提到所谓的什么俄罗斯士兵看到北韩士兵吃狗肉的事情吓坏了啊。对，那我觉得南韩有什么好报道的呢？韩国到现在还是有狗肉啊。对不对？他们虽然今年的1月9号通过一个禁止吃狗肉的一个法令啦，可是呢，这个法令要2027年才正式上市它有缓冲期，3年的缓冲期，是。然后呢，它还有怎么样？还有补偿条款。那事实上的话，在这个法令通过之前，韩国的这些狗肉饲养狗肉的这些农户啊，他们还扬言说你如果继续我们禁吃狗肉我们要到你这个总统府附近释放2000只狗，来让你这个总统难堪。因为尹锡悦跟他太太好像一副很爱护动物的要禁食狗肉。那可是你知道，2023年的时候，韩国统计有1105处养狗的这些农户，他把狗当作家畜来养，然后就准备供应到狗肉市场。然后有34家屠宰商，有多少？有219家经销商。然后呢，餐厅呢，你知道狗肉餐厅韩国在2023年年底有多少家？3000家。哦，是吗？对。所以韩国吃狗肉，他们自己追溯历史上千年，不是现在才吃的，这是他的传统。所以2023年他开始禁之前，有3000家狗肉餐厅对。可是他现在2024年的1月9号通过法令他说这个东西要禁止。那可是你知道，韩国在1973年的时候通过一个法令，这个法令把狗列入什么？列入家畜。也就是说可以合法饲养，食用的法令保护。那现在只是更改法令。所以我觉得韩国的报纸说，哎呀，怎么看到北韩吃狗肉好像是怎么样？是朝鲜的一个独特的传统吗？对不起，韩国的吃狗肉传统跟朝鲜完全一模一样。其实这种跟民族文化，可能它也有一些它自己的背景跟意涵。但不管怎么说，在前线打仗的时候，如果说呢两兵要直接来合作协同，一定会有同样的战略。就此，我们就想请教一下将军了。原因是因为呢，下一个讲法是说，顿巴斯的前线其实已经崩溃了，甚至还退了大概1200平方公里，乌军有可能会再失守。您怎么样来看他们现在前线的这些战略？这个我很认真的整理出来这张图你看，你现在上面讲的库拉霍夫我都标示出来了。是库拉霍夫在这个地方，那库拉霍夫没有被打下，旁边这个村庄被打下来了是马上就要打库拉霍夫。那这就是顿巴斯目前的战线。我用红色涂的比较深的这个区块，是代表什么呢？是10月份这个俄罗斯打下来的面积。10月份他总共打下来，如果说按照他们的说法是248平方公里，就是我红色的面积这一块。那打下来，前一阵子打得最激烈的地方叫做谢利沃夫打下来了，俄军打下来。那谢利沃夫胡利达尔打下来后，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战线变成什么样子？有没有觉得它像是一个老虎的血盆大口？你看像不像一个血盆大口？是准备张开，所以他目标就是打库拉霍夫。所以我们这些报道都是确实，我是根据这个报道一点一滴的在地图上面把它标示出来。所以现在果然就是要打库拉霍夫这是确定没有错的。
如果你看现在已经形成一个三面包围了嘛，对，那库拉霍夫是乌克兰的无人机指挥中心了，那当这块面积被打下来之后，那顺势他就是按照我们所讲的，他就是上来红军村在这个地方，是，那红军村打下以后，整个战线会变成这样。整个战线会变成这样，对，当变成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绞刑阵地，也就是说，这个150公路啊，就是往左边来讲，可以到达涅伯河、涅伯城那个位置，所以说我们很明确看出来，当这边的部队战线形成这样，下一个作战地点一定是库拉霍夫，然后被包围歼灭之后，他紧接着就打红军村，红军村打下来，沿着150公路就向左边前进了。所以这个数据来讲，我们经常因为文字报道，我们不晓得说地图或者是相关的位置在哪里，我用这个标示的给大家看得比较清楚。那另外在库斯克也是一样，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库斯克原来乌克兰部队他一直想要打到这个库斯克核电厂。然后占领核电厂以后，利用这个核电厂来威胁俄罗斯嘛，因为核电厂我如果产生一个爆炸，跟核弹爆炸的威力效果是一样，但是他大概打到这边红线部分打到这边就打不动了就被顶住了。顶住了，大家看到现在俄罗斯怎么反击的呢？我觉得我带大家看俄罗斯从这边打过去，从这边从侧边从腰上面给你打过去。为什么从腰打呢？然后我们经常听到什么温压弹轰炸啊，或者什么样轰炸什么地方？轰炸地点是在这个地方。我利用空军的轰炸，把你后续的后勤部队或者是说增援部队，全部在这边用轰炸机把你轰炸炸掉，不让你进来啊！这条路把你切断，然后我从这边侧边给你打进去，截掉。大家看一下现在战线变成什么样？这红色也是这个俄罗斯反击的路线。大家看到整个战线来讲。在上面这边跟个葫芦一样，这边变很窄，等于变一个平行部，也就是说这两边的大概已经是迫击炮互相可以支援到的。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北边这一块的这个乌克兰的部队来讲的话，他可能现在想撤都撤不掉了。这很快的嘛，一切断以后就整个包围住，那剩下只有一条路，这个投降。所以我想说，从战场上是很残酷、很现实的。那不管你是听西方的报道，或者是说这个我们台湾方面的报道，那我现在是一点一滴的把这个每个地点都标示出来。那我想说以这个战场上的局势，让所有观众可以很快可以了解到俄乌战争，那战场上是这样，那外交上面到底会有什么样后续的决定？我想大家都一目了然的嘛。那乌克兰来讲，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再战胜？我觉得机会不大了。那会不会拖美国下水？他当然现在是拖美国下水，但是我相信川普或者贺锦丽也看得很清楚，这时候会不会被拖下水？北约会不会被拖下水？其实每一个人这时候开始想要的是怎么样自保。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性是如此，对不对？这时候还有没有机会再去打赢俄罗斯？我觉得机会不大。然后你去讲说什么这个吃狗肉啊或干嘛，我觉得都是这个额外的话题了。好，谢谢将军。那我们想请教兵哥了，如果目前听这个战略上面的分析，看起来确实要截的被截断了，通通被分成小股小股的，也没有什么即战力，那怎么办？其实现在情况当然对乌克兰非常不妙，像这个什么战争研究所。就一定要去讲说北韩就是当炮灰啦，加了这一天顶多帮俄军多撑10天讲的好像战败的是俄军一样。现在面临危险的是乌克兰你们到底是怎么算？这还战争研究所，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奇怪的研究。当双方这个在战场上僵持不下的时候，如果一方突然之间增加了有生力量，另外一方可能会面临全线崩溃的危险你怎么会是用这种按数学去算说每天伤亡1200，所以他总共只能撑10天？战争哪有人这样算？这种人在研究战争根本是个笑话，根本是胡说八道。所以现在就是摆在眼前的就是俄军这边有源源不绝的力量加入，包括北韩，包括车臣，甚至他们自己也在征兵。那乌克兰呢？乌克兰对他们也有国际的佣兵明星有加入，那他自己还要再征兵。可是我们之前都看到了。乌克兰征兵的情况已经面临到严重的瓶颈，因为他们该抓的人几乎都抓完了，他们现在到处在抓兵。那请问一下，这个情况，他虽然号称要征16万，真的到16万吗？那这16万人还要再经过训练呢？你以为就直接发把枪就让他去上战场吗？不然他上去哪有什么战力？那车臣跟北韩这边可是极战力因为这些人本来就受过训练所以
这个态势很明显就对乌克兰不利嘛。这也是为什么泽伦斯基最近看起来整个态度看起来越来越不对劲。他又抱怨美国泄露他的胜利计划啊，又在那边一直在提醒警告说，如果你们不支持我们就快完蛋了。是，然后他甚至还发出讯息说，现在土耳其啊、巴西啊、中国大陆过去提了和平方案，你们都可以再提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快撑不住。你知道一个礼拜丢掉200多平方公里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一个礼拜丢一个台北市，台北市也不过就200多平方公里。所以整个战场其实看起来乌军现在可能要面临兵败如山倒的危险。库斯克那边他看起来是救不回来了，那乌东这边他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新的力量可以再去顶住俄罗斯的攻击。那他现在唯一指望是什么？就是北约会不会直接干预这场战争？但是我告诉你，北约绝对不会。北约希望就是你乌克兰在前面帮我顶住，我怎么可能派自己人下场？所以我认为泽连斯基还是找死了这条心，赶快想想怎么样停火。好，我们等等回来呢，只要来看到是在国际间呢，这2场战争看起来目前很难在美国选举之前喊卡，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胜获啦。可能到今年年底的时候还没有办法看到到底真正的节点在哪里。但是美国大选有可能会左右到他们未来的走势跟发展，也可能左右到未来G2中方跟美方的关系。等等回来继续来了解。好，最后带您来看到的是呢，目前在中方正在有一场展览进行当中，这个呢是他们每一年都会有的这个航空产业暨飞行大会。开幕式上面就看到了一辆这个 ARJ21，还有一架 C919，先后起飞之后呢，他们是协同起飞、协同转弯、低空通场等等的飞行表演。当然要展现的就是他们非常棒的性能之外，因为呢这样子的一个客机表演以前比较少看到，所以在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展演呢，就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近日呢也看到东方航空他们第一架 C919的试车各项的参数，那也标示了首架交付机完成他们换发动机的这样的工作呢是圆满成功，就是他把里面的发动机给更换了，所以才会说呢他们是完成交换心脏等等。C919其实现在在国际间不是只有中方这边他们在使用，有很多的海外客户。除了说呢10月31号刚刚在香港的机场管理局这边签了一个合作备忘录，要推动相关的全球推广之外，目前有的包括什么？包括了印尼航空，他们现在用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ARJ21客机。至于汶莱这边，他们的初创航空呢，则是已经下单了5架的 C919，还有的是巴西这里，他们也曾经向中方这边讨论潜在订单，可能可以买到4架的 C919，所以让2个之前的商务航空界的巨人空巴还有波音纷纷都在讲，中方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竞争对手，稳定的崛起，而且他们有政府的支持，还有广阔的国内市场。那目前波音状况不好嘛，空巴呢订单满载，也很难从中受益，所以有任何的这一些缝，或者是这一些还没有被填补起来的洞，可能都会由 C919他们来向上填补了。另一个部分呢，则是现在就在讲说，印度呢，他们一直以来跟中方关系并不是太好，现在则传出了盾构机的这个部分，本来呢他们是应该跟德方这边买的，但是呢德国公司在中国生产了，中国说不卖给他们，他就想说，那你怎么说呢？很显然的看到这一位德国的经济部长哈贝尔呢，就感觉好像有一点尴尬，哈哈大笑。但其实至2020年，印度采购了18台的大型盾构机，结果呢有8台是由中汽这边来负责生产，但印度觉得这个安全性可能会有问题，不给他发签证，现在在这边就卡住了。说到这个最大直径的盾构机呢，在大陆这边他们有打告出来一个最大的开挖直径达到16.64米，那这里面呢他们就可以来做很多的工程相关的事情，包括呢会应用在世界最长的公路
路水下盾构机隧道、海泰长江隧道这边在施工的时候，它就可以来进行运用。这个呢，跟他们的基建能力、量能当然就会有关系了。另一点则是呢，比雪隧还要长2.5倍，这是新疆的天山胜利高速公路隧道，目前说已经进到了最后的冲刺关键阶段。这一条隧道呢，其实某些层面来说，也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基建的量能，还有他们的技术上面的能力提升。因为不但比雪隧长2.5倍，甚至呢，它埋深有1100米、1100公尺，而且呢，全长的长度是有32.2公里。除了让他们的车程省时之外，这个工程其实并不容易，还要穿越16个地质的断裂带，所以呢，它变岩层复杂。你就在做这贯穿的同时，你可能要面对一些什么坍方啊、涌泥啊等等，所以一些困难让他们本来应该是历时10年的工程，他们现在是设法把它缩短在52个月左右。那也因为呢这边并不容易在做，所以呢他们国产这个硬岩的盾构机呢就可以在这个基建的建构上面派上用场。好，这一些呢就算是他们的工程机械蛮大的一个突破了。目前也有个数字要提供给您，他们的工程机械上半年的贸易额说271.34亿美元，加速的在布局全球。其实呢，他们因为他们自己做基建，他们的需求到他们量产之后能够卖到海外，这一些某种层面来说，都算是一种科技上面的进步、技术上面的进步。回过头就想要请教一下介大使了。我相信呢，在多年以前，可能很多人也很难想象，哇 ，C919大陆他们自己做的一个大客机，现在也有办法飞上空，甚至卖出国。对，其实这两款飞机啊 ，ARJ21和这个C919啊，就是中国商飞现在2个主力的这个商用飞机啊，在这个中国大陆市场已经飞的都非常顺利了啊。那这个 ARJ21，事实上它首度商飞是2016年，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快8年了。那它的飞行的时速跟承载的货运量，这个客运量都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啊。那当然这2个飞机是不同的。ARJ21它事实上它大概这个座位数大概在80个到100个左右，是比较中小型的这种客运机，它的航程大概2300到3700之间，所以它是属于这个城市间、城际间的这样子的一个航程。那 C919 就比较大一点了 ，C919 它是大概158个到168个座位。那它的那个飞行的这个长度是4500到5500之间，那它的体量当然就更大了。所以 C919 是2022年的12月正式商飞的，所以现在这2款飞机在中国大陆的这个主要的航空公司里面都有，实际在开始这个在开始运行了。那 ARJ 这个21，事实上因为它这个上市比较久啊。那有文莱的这个航空公司已经跟他订了大概差不多30架了。那么印尼的航空公司也向这个中国商飞订 ARJ21，那所以它这个飞机已经逐渐打开国际市场。那 C919 因为它这个是说2年，大概上市不到2年了。那当然中国大陆的国航大概已经下了100多架的订单了。那现在国际上，那么首次传出来对 C919 有兴趣的是巴西，对，巴西的这个道达尔航空公司它计划采购4架。那这个听说这个主要它连融资的部分中国大陆的中国国际商业银行那么也都给它这个80%的融资，所以这个可能如果成交的话，可能是这个 C919第一笔国际的订单。那所以就是中国大陆商飞现在可以说是起步比较晚，可是呢，就相较于这个波音跟这个空巴，可是它的来势非常的凶，是，然后这个目前为止这2款飞机的性能都表现得非常好，那么给予时间的话，很可能就是说，将来在国际民航的这些空中的这种民航客机可能会变成3足鼎立，除了空巴、波音，就是这个中国商飞的 C919，还有 ARJ 这些系列。请教一下将军怎么看？C919其实传说中，其实一架飞机里面，其实最难的是它引擎部分为什么引擎最难呢？
像我们如果说你去坐飞机来讲，像我这种人只能买得起经济舱了哈，那到美国去一坐10几个钟头很难过，所以我们都希望飞机飞快一点，对不对？提早1个钟头、2个钟头到，对我们来讲少收1、2个钟头的罪，那当然是，所以引擎就飞得快很重要。可是你飞得快，对航空公司来讲的话，它成本就会提高。如果说烧的油多的话，它赚不到钱，它为什么要挂这种引擎？所以引擎是很关键一个核心科技哦。那第3个当然要求要安全哈。那传说中原来以为说 C919 采用的这个引擎是跟英法合作的 LEAP 一吸引擎哦，那个时候等于说平常讲这个引擎出来的时候，跟这个英法这些国家合作买它引擎，那当然英法跟这个空客跟波音他们来讲，会担心说你 C919 做出来以后，对我这个客源上面、商源上面会产生竞争的能力，所以其实一直在卡他脖子，也因此状况 C919 产量一直不是很高。那时候就有传说中，这个中国自己在研发自己的客机引擎，它叫什么呢？叫长江1000 CJ1000A 引擎哈。那时候有传说哦，说挂在什么飞机上面来试飞呢？挂在运20上面来试飞。那当然现在的讯息出来是说已经更换了引擎，但是他没有讲说是我更换哪一种引擎，这我还在查证。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就这个更换 C1000的引擎？如果说可以做到更换 C1000引擎来讲的话，那对欧美空巴来讲，就不在引擎这部分就不再受你卡脖子的限制，我自己可以做。那中国来讲，做这个飞机引擎有没有问题呢？没有问题。它只是产能的问题，因为为什么我说没有问题？因为你看现在运20产量多少，它不管是战斗机的引擎，它都会做。现在反而变成中国在卡欧美国家的脖子。你知道这个引擎来讲，有一个东西哦，最重要一个核心技术叫做叶片。我们看到引擎在转，那里面一片一片，你知道那一片一片是谁做的？你知道吗？是中国做的。为什么要中国做？我们都以为那一片一片的叶子哦，大概用机器生产的嘛。它不是，第一个你要抗高温，那个转起来很快，那上千度的高温，你如果说是材料不对的话，可能就融化。但是它做出来以后，我跟你讲，很关键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叶片要人工来打磨，人工打磨。那欧美国家来讲的话，他认为工资不划算。那中国来讲，他工人愿意去做这种比较辛苦的活，所以打磨那个叶片是中国做的。所以现在变成，如果说中国限制这个叶片给欧美国家来讲的话，不但他们客机，包括他们军机的飞机引擎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现在变成中国在卡欧美国家脖子，也造成欧美国家现在来讲，他们航空业可能会陷入一场灾难。请教一下彬哥怎么看？其实 C919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在适航证这个东西上，欧美就是不愿意给他嘛，不让他试飞。对，可是问题是，据说啦，他们现在大陆这边一直在传消息，说明年欧盟有可能会让他通过。那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如果欧盟一旦给他适航证的话，那美国那边大概就快。但是问题是有没有这么顺利，我们还要看。可是他至少在亚洲这边已经开始陆续有一些国家跟他开始也对他产生兴趣，甚至要给他下订单了。所以这个对 C919来讲，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前景哦。那实际上，这个就如同这个空巴这边所担忧的，因为中国大陆自己有市场，对，因为它自己本身内需的市场就非常庞大，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只要经过时间证明，它确实是安全无虞的，而且这些相关的这些营运的效率是不错的话，那自然而然就越来越多各国的航空公司会有兴趣想要跟它采用，因为它的价格其实一定比空巴跟波音都便宜嘛，所以这个就是这对空巴跟波音来讲最不利的一个状况，因为他们再怎么样，他们的价格一定都比这个大陆要昂贵得多。那波音自己现在又面临很多状况，它的太空事业也出状况，它现在还想要卖掉，可是不知道卖给谁，因为不知道谁会买。然后在它的这个一般的民航这边又一直不断的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故故障。美国的选举马上就要揭晓，但是俄乌战争呢打了快3年，对于台湾民众来讲，可能最近感受会比较直接跟强烈的，应该就是这个第2位哦，我们乌克兰台湾区的志愿兵吴忠达哦被战场上战死的消息，他还留了3个孩子，所以像在这样的俄乌战争里头，当地的民众的苦，我们这个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大家感受才会特别强烈啊。俄罗斯跟北韩除了在军事的合作之外，最新的消息是两方的外长在6月份签署这个战略合作关系条例之后，特别这个外长的见面强调，一定会
万一遭到侵略，必须互相提供军事、其他援助，合作的更密切，强调是要继续的执行的。而金宇正啊，就是金正恩的妹妹，也突然这个在公开场合炮轰联合国双标，说对我们国家有敌意的国家呢，靠着核武打造军事障碍，这是政治军事的挑衅。北韩绝对不会放弃加强核武的立场。那北韩派兵去帮助俄罗斯啊，南韩怎么做呢？是不是可能会提供乌克兰武器呢？南韩的外长说，所有可能方案都在考虑，会关注北韩军队参与战争的程度，还有北韩会从俄罗斯得到什么回报来决定参与的情况怎么样。那么传出来哦，除了北韩之外，车臣现在也要派兵了吗？卡德罗夫已经派了8.4万志愿兵去挺，乌克兰也在征兵16万。俄罗斯继续空袭乌克兰，现在整个战事在面临的第3年的冬天哦，是不是全球暖化让战事稍微不会那么快的焦灼呢？现在越来越冷的天气底下，基辅的防空这里被说击落了39架的无人机，因为俄罗斯不断的投放各种的机型的无人机种，那其中被击落39架，仍然有21架设备被拦截，5架无人机折返在俄罗斯的境内，而顿巴斯前线来看一看哦。形容叫溃退，也就是说这是今年以来最大的一个进攻的范围。以这个红色区域来看，就是目前俄罗斯往前推进的距离。过去1个礼拜之内，俄罗斯被说夺取了领土面积达到2024年最高峰。单月呢可以超过200平方公里，如果从8月初开始算，已经推进了1146平方公里，还在加速当中吗？那有报道认为，是不是乌克兰军有这个指挥系统溃乱的情况吗？这个乌克兰议员说的哦，因为前线崩溃的造成的直管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连弹药补给啦都脱离现实，使得旅跟旅之间出现交易弹药，拿不到弹药，干脆自己想办法交易吗？呼吁国家决策层级赶快正视军系的问题，出手干预。所以这个战事有没有可能快速的往前推呢？冬天更近了，专家曝光乌克兰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呢？塞利多韦是从乌克兰乌东顿内茨克这里，这附近沦陷以来，俄军占领的最大城镇。那位在后勤枢纽红军城的18公里东南方现在俄罗斯正在往这里进攻，往这里战。那么接下来战事的推展，面临的当然是乌克兰显而再显的各种处境，还撑着啦，撑到了第3年选战，美国选举最后一个礼拜了，是不是撑得住？看起来还在努力当中。而另外，在俄罗斯前总统的公开谈话里，也告诉大家一个讯息说，尽管美国不希望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但是如果这个重点是前提他认为如果西方国家再度的允许让这个导弹、长程的飞弹等等的进到了所谓的越界，进到了俄罗斯境内的话，那么当涉及国家存亡的话，俄罗斯别无选择，也会让他开战的概念那这个地方的俄乌的状态，同样也发生在中东吗？核武的各种紧张关系，以军已经大爆破黎巴嫩地道，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几乎是杀无赦嘛，要歼灭到底。那目前从真主党说藏医院学校清真寺，除了轰炸之外，也说宣布搜出了大批的俄罗斯武器，因此这让以色列领导阶层感到很愤怒参谋长甚至说，面对外敌，指的是俄罗斯这样的攻击，下次是什么时候不知道，将不在手下留情。就说他们俄罗斯也要打吗？不知道。但伊朗在被攻击之后，他其实要不要还击的态度一直是相当的保守的。可是呢，伊朗表示，一样嘛，跟俄罗斯说法一模一样。一旦生存遭受威胁，将修改核子教条，而且他是有能力制造核武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说，敌人应该知道，他们对伊朗所做的一切将招致强烈的回应。那美方继续在警告伊朗你不要再回击。所以 B-52轰炸机已经抵达中东，这个代表的是嚇阻的力道，要伊朗不要再还击。以色列打完就算了，不要再还击了。亮哥，整个俄乌战争现在的情况，乌克兰撑了很久了，很难撑到春天吗？不，应该说，我觉得都在观望选举了。如果川普当选，那所以俄罗斯不需要打那么急你看那个红军城打多久了？慢慢的对啊，倒是慢的。我认为他没有很用力啦。
你看现在距离18公里，今天又弄下一个镇，对不对？因为对俄罗斯来讲，这些都是多的啦，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要这样打，是因为乌克兰去打库尔斯克，所以他就报复，我也来打你的红军城啊，不然本来他就是想，就是就现状，就构成新的边境，以现状停火，那就暂停吧，啊，那乌克兰不愿意嘛，乌克兰要求撤军嘛，现在欧洲。撤军这个2个字已经很少听到了啊。那拜登到底有没有坚持撤军？坦白讲，我也很久没听到了。现在只有泽连斯基在讲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现有的，就是俄罗斯上次公投的那个边界为准啊。那最近新战的都不算了，我觉得有可能这样谈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何必打？反正你打下来还是要退回来原来边界，对不对啊？那库斯克也是一样啊。库斯克就是坦白讲，俄罗斯如果现在猛打库斯克，那乌克兰会死蛮多人的，因为那个叫撤退嘛，而且他被包在里面啊。那北韩大概想要有表现的就是这个地方，因为他也不方便去乌克兰啊，因为库斯克算是乌克兰侵略俄罗斯嘛。那乌克兰就算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所以这个在国际法上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你是共同防御嘛，所以发生战争的时候我帮你啊，那就是你被打，我才可以帮你啊，那你不能够帮他去打一个侵略战争啊，所以我基本上认为北韩应该不会去乌克兰啊，因为这样会引起北约很大的谴责啊，那会联动出什么？我不认为北韩承受得住了。可是如果他只是他的主要目标只是说，我要凸显这个条约是有效的啊，所以我就出兵，帮你打你的境内。那个就意味着说，下次我被打的时候你要帮我。我觉得他要的应该是这个了，就说他怕美国啊，还有南韩会对他动手嘛。那他想要让这个共同防御条约浮上台面，然后要让南韩知道说，我背后有大哥哦，那我们是会联动的哦。我觉得他要的是这个效应啊。是，所以杨老师像金宇镇这种公开谴责联合国双标，是不是也是个概念？他们既然已经送人到俄罗斯去了，我来讲一个北韩的真实的故事哈，也算是一个笑话，不过是真实的哦。197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澳洲和北韩建立邦交关系，这个在西方国家是很少的。1975年，就1年之后，北韩就宣布跟他断交。为什么呢？因为在1976年的8月18号，在那个38度线那边那个时候38度线还没有做很多那种就是围墙啊、栅栏啊之类的。美国方面这一边就有一些驻军。需要所谓的联合国驻军，但其实大部分都是美国。那看到前面有一棵树挡到这个岗哨的这个就是视线，所以呢，有一个美国的这个上尉就带着士兵要去砍树。那北韩那边就有人就过来说你不可以砍树。那美国人说这个树是在38度靠韩国这边，不是朝鲜这边，所以我们有权利砍。结果北韩那边就吆喝了一些人拿着锄头，拿着这个铲子打起架来，那个时候死了2个人，双方都没有用枪，但是呢用打架的方式。美国这边跟韩国这边就很生气了，这个树一定要砍，因为这已经变成一个冲突事件，死了2个人了。那然后呢，他们就动员了很大的这个军队，然后呢把那棵树砍掉。北韩也没什么动作，因为已经变成一个冲突事件。美国这边砍掉树之后呢，还把航空母舰开到了就是这个靠近韩半岛这边来，那准备说是不是会发生战争？那韩国这边呢，不断的就要骂美国、骂南韩，也没有发生战争。那朝鲜这边呢，北韩这边就后来就把那个砍树的斧头不知道怎么找来了，那个斧头上面写的 "Made in Austria"， 奥地利。结果隔几天呢，北韩就宣布跟澳洲 Australia 断交，
这个事情25年之后，到西元2000年呢，澳洲跟北韩又重新建交的时候，澳洲才搞清楚怎么回事儿。哇，这也但是呢，折腾了太远了吧。这个是1975年、76年的事情哈，但这真实的事情，因为网络上都有这个照片的，也是一个事件啊。可是这个时候现在你不能从那个时候的角度来看北韩，北韩现在完全不一样。北韩对国际政治的这个掌握，我讲过好多次哦。哇，好想认识他们的国安顾问，很厉害。他说比我还厉害。当然，因为这个玩弄大国政治跟地缘政治哈，这个而且能够发展核子武器。但我觉得这一次北韩派兵1万多人到俄罗斯去，这个是6月19号，因为朝俄之间的共同战略合作关系，就是一国如果遭受侵略的时候，另外一国可以去协助他，所以这是一个防御性的。那1次大战之后就没有那种攻击性的军事联盟，那因此呢，我觉得这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有点像 NBA 哦，一个球赛已经打到后面，其实已经输赢很清楚了，在俄乌战场上不就是这样子吗？那你去现在让一些没有经验的年轻或者是2线球员上去拼经验，北韩哦就是来拼经验的，不会造成战场上什么太大的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他12000多人。我们看到有一些像是立陶宛说这边北韩的死了多少人，其实这些新闻呢，你都要这个确认再确认。那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影响并不大，但是呢，它代表的意涵，战略上的意涵啊，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那是有蛮大的意义的。是朱老师，我们从刚刚美国大选聊到俄乌，可是这2场这个题目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确哈，现在美国怎么去处理这个北韩参战的这个事情？第一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呢，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战场每天伤亡是1200人，那北韩投入了大概8000到1万人，所以对于俄乌战场上来说的这个帮助啊，其实是有限的。那么既然是有限，为什么大家这么紧张？当然，第一个，美国还是希望运用北韩加入战局的这件事情呢，能够找到更多人来帮助这个乌克兰，或者更多人呢能够来制衡这个俄罗斯。从帮助乌克兰的角度来讲，当然就看到了这个南韩，因为南韩在这个过去，它是提供给提供给乌克兰有50万发的这个炮弹，但是北韩提供给这个俄罗斯有多少？1000万。所以他现在就是说，那你南韩现在既然北韩有提供这些弹药，那你南韩是不是比照你也提高你的这个规模，扩大你的规模啊？对方是1000万发炮弹，你现在是不是也是这个有那个50万之上也往上提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于制衡俄罗斯，当然美国的这个目标其实是中国大陆了。所以最近就是这几天，坎贝尔美国的这个副国务卿带上了他的这个东亚的国务驻青以及欧洲的国务驻青一起到中国大陆驻美国大使谢峰家里头去谈了很久。那谈的是什么？当然就是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发挥影响力，能够约束北韩。那现在当然他主要的一个说辞是什么？就是说，如果北韩参战的话，会牵动日本跟韩国会更关心俄乌战争，也会牵动欧洲更关心东亚，而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其实对中国大陆是不利的。到底这个几个小时的会谈有没有发挥效果？我们现在不知道。中国大陆现在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的表态看起来还是比较保持模糊的，说这是他们的事情啊，他们希望就是任何要寻求区域稳定都是好的。但是美国就是说这个坎贝尔讲的这件事情，看起来已经有一些端倪了，比如像这个欧盟的安全代表安全事务的代表最近正在访问日本，很快就要去访问这个南韩，然后他们要签一个防务的合作的协议。那未来双方可能会共同的军事演习，那这个很显然就是说会对中国大陆带来新的一个压力。那这个当然也会跟这个北韩是有连带关系的，因为毕竟南韩是高度关切北韩在全球的布局，包括像这个美国国务卿都说，北韩的军队一旦参战就成为合法的军事目标。那日本、韩国也都是美国的这个条约盟邦，所以说这个局势现在大概所有东北亚的国家通通都卷进来了。是美国需要中国大陆出手的时候，就需要他们出手，但他自己出手也没有少啊，背后的下刀啊，不管是各种的，包括了经济的围堵或
明面上直接的可能给的关税挑战。那么大陆的做法呢？目前所谓的免签即朋友圈扩大这个概念，也是在做这样的对抗。最新的消息是，针对斯洛伐克这些9个国家呀，中国大陆祭出了非常大的观光经济经商访友这样的免签入境的优惠，代表扩大朋友圈，而甚至关系要解冻了吗？连加拿大在孟晚舟事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的加拿大，现在双方都准备要推出更多的加强双边关系。过去曾经有禁止北京直飞加拿大客运航班也要取消，那更多的班次要直接增加了吗？加拿大关系有望解冻。而中英呢，要加强经贸合作吗？那么英国的商业部的官员要10月18号，除了外交大臣访陆之外，10月31号也有贸易的官员到了中国大陆去了解的是，双方有没有可能在新能源智慧网车子绿色低碳数位经济这些领域上面加强合作跟交流，这也是双方互相各取所需的需要。但中国的关税谈判，这叫加时赛嘛因为电动车在欧盟这里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大陆商务部说，欧盟会派员到中国，对于加征关税的替代方案要进行磋商。表示可能还有转圜吗？希望照着务实平衡的原则来，双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可以被提出来。但是呢，英国呢不打算跟进欧盟来针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关税，因此呢，业内人士很多人说，这个英国的某中国品牌说的大陆的电动汽车价格合理，技术先进，在英国消费者里面是很受好评的。所以英国不跟进的结果呢，当然有助于双方的互利，也对本地的市场有帮助。甚至这家英国48家集团的俱乐部主席佩里说，欧盟的决定是短视的。所以长期来看，就商业经济民间业者的看法是，长期看来给欧盟自身带来却是消极的负面的影响吗？再来，美国围堵晶片呢？是不是破功了？下一个制裁目标还要继续，但原本的晶片围堵有没有真的产生效果？现在美国智库发表这个题目叫做《面板产业步上电池后尘》专题报告，告诉政府说，你接下来除了挡晶片，还要把连中国面板业都要挡住才行，否则会危及美国军事供应链的安全，引发市场揣测说，是不是面板也要成为美国下一个制裁目标但是也看到这个消息是，美国的晶片大厂自己国内的企业也卖了晶片，这个叫制造商叫做格罗方德也卖了晶片给中国的厂商那结果被美方的这个商务部直接罚了50万美元。那因为他表达是说，我是无意的不小心登录错了没有经过授权向中芯国际发送了晶片，所以对台湾如此，对国内的厂商呢有没有也加以限制呢？来看看这个格洛方德，他最后回应，他是说公司对于实体上市之前发生的资料输入错误，不小心的不是故意的就没事。那如果像台湾呢，如果各种的被检查出来，恐怕日子没有这么好过，包括台积电才50万，太少很少吧？亮哥都觉得太少了。如果是台积电，哪会止如此呢？那另外一个所谓难堵晶片，要防中国的这个漏洞，所以辉达 NVIDIA 在中国大陆的营收却持续成长，不是说不能卖吗？怎么还营收成长呢？原来是辉达的高阶 AI 晶片被列入禁售，可是却有各种地下网路啦，租用境外的 AI 伺服器中汽大学各种研究机构还是可以取得辉达的产品。所以辉达第2季财报一公布出来，哇，仍然有10%的营收来自中国。那么看起来在美国来讲，美商 Intel 哇，真的是面临最严重的惨况了当然它错失了 AI 转型的这个技术的发展，让它整个股价甚至跌到50%以上。这么低的情况之下，更惨的情况来了，标普道琼指数直接宣布把辉达列入了这个道琼工业指数里的成分股，踢掉 Intel。那 Intel 可以说是雪上加霜，除了各种大幅裁员之外，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华府的政策制定已经商讨，是不是要在晶片法之外想办法再帮一下 Intel 不然快挂掉了，它快无法生存了。除了技术研发比不上其他的竞争产业台积电，那同时还要鼓励部门的私企业来主导，让
芯片设计业务对手跟超微合作等等，就是要救自己本身的美国的企业啦。但英特尔重要到不能倒，让外媒说美国商务部还要想办法给他更多的援助，当然也是美国优先的概念，叫做战略意义哦。亮哥，先来看看最近这么多陆方所释放的所谓统领权扩大，想对抗这个美国的围堵。其实那也不叫对抗啦。应该是他在找路啦，哎是，比如说他最近又放了那个免签嘛包括韩国那终于韩国被放进来了，对那我今天还看到他金融，他要开放个人投资户对个别公司做战略投资这也是第一次我觉得他在找路啦，这你很难说是对抗啦，基本上就是。它需要内需嘛，要消费要热起来嘛，那不如预期啦。那人大要开会嘛，这个11月4号到9号那很多人预期，因为财政预算一定要人大通过，所以你上次那个发改委开记者会都没有讲实际的数量嘛，所以很多人预期这次会讲因为是人大而且都再三的在表达啦，就是要保五了所以因为只剩下几天而已，只剩下不到2个月，所以我认为最近应该会有蛮多利多的啦。因为今年只剩下2个月而已是，那你要保五那第4季你至少要5.5对不对？所以一定要靠很多力量来支撑那至于跟欧洲我认为中国大陆现在立场也变硬了，尤其是对意大利对法国，因为就你们2个国家搞的嘛所以法国那个白兰地，我认为是铁了心了啦，就那个保证金40%你自己看着办那意大利就是对于他那个本来要去意大利投资嘛，那一切暂停那其实这里面你看得非常清楚啦，就是那个法国就是在跟德国拼平价车嘛，那意大利在跟德国拼高级车嘛，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什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啦，就你们欧洲自己在内斗啦，那结果中国就被卷进来就这样我觉得这短期内不会有明显的改进不过我倒是觉得美国现在真的有2家那个海景第一排的代表性公司都出了问题啦，第一家叫波音嘛那第2家叫英特尔。英特尔太严重，英特尔真的非常严重，好惨而且它是连续性的决策失误比如说台积电后来就做赢你了嘛，台积电已经做到2奈米了，英特尔现在7奈米还在奋斗，对不对然后你去看那个手机。那个时候本来苹果找他说我们一起来做晶片好不好？他不要，对，结果人家苹果后来自己做 A16等等我跟你讲，他就是一直决策做判断失误，都是战略性的，所以我基本上已经认为是没救了啦那现在听说美国政府希望他跟超微好好谈一谈，可不可以合并这样我不知道超微会不会被他带衰这样我认为基本没救了是主要可能要超微去介入整个决策，否则他是活不下去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大选进入倒数，跟中国的关系呢，继续2位候选人都提了各种围堵，而实际的措施当然还继续。所以中国大陆做了很多其他的想办法找出路的各种模式。我们如果从短期的时间来看，中国大陆这些开放，不管是免签还是说投资，还是说它的股市各个这个层面，以及一些刺激的财政措施，从短期的层面看来，好像是说它针对这1-2年的经济的这个放缓下滑，然后再做经济的这个刺激，然后开放。可你不要忘记中国大陆的制造业是全世界占35%，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而且每年都还在增长。那它的整个贸易额呢，
也占全球的主要。如果你把东南亚，因为它主要的供应链的环节是包含东南亚都放进来的话，它其实是占全球主要的经济发展的这个动力的核心。这个时候你特别要想到的是，如果你稍微长一点来看，美国如果不管是川普还是贺锦丽上来之后啊，他对于贸易一定会更加的严缩控制。那尤其川普，你看这个关税侠，所以相对而言，这个时候谁还在支持自由贸易啊？谁还在支持自由贸易的国际治理的秩序啊？谁还在支持就是签署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好，然后呢，自己本身的开放，以自己的市场、投资、制造来去寻求稳定整个国际经济贸易的这个秩序呢？这个很清楚，现在反而都是中国大陆在做，不是美国在做了。这个时候，同时你再把“一带一路”代表的是什么意涵？那个叫做国际的公共财，因为“一带一路”不只是对投资哦，“一带一路”投资之后基础建设，然后加强这些国家跟中国大陆的贸易。2013年“一带一路”开始的时候，中国大陆跟这些全球南方国家贸易额是1兆美元。去年2023年，它跟这些全球南方国家是来到了2兆美元的贸易。所以也就是说，它透过“一带一路”，然后提供的这个基础建设，让这些国家发展，然后可以做贸易，跟中国大陆市场开放。各位，谁在做60年代、70年代美国的角色？唯一没有的就是金融秩序而已。这个时候，你看，如果川普上来之后，那个对比就会越来越明显。所以你就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它这个变化，不是只有短期，它只是为救它自己经济。你看到中长期，它其实已经变成国际政治经济的这个所谓的定锚者。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国大陆要冲刺自己国内的经济消费，对于游客还有旅客，国际的游客部分也增加免签，当然是要扩大更多的这个朋友圈，冲刺国内的经济。教授，好，这个主要这次的宣布呢，是在这个习近平接见这个斯洛伐克的这个总理的时候宣布的。那当然，所以这个大礼是送给了斯洛伐克。那当然，因为斯洛伐克当然很关键，因为它是在欧洲，这个是很重要。其实你看大陆现在在所谓这个15天免签的国家里头，有大概很多都是欧洲国家。这一次9个里头也是主要是欧洲国家。那当然，它的一个重点是什么？第一个当然是鼓励欧洲的旅客到中国大陆去旅游啊，或者是谈生意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这个也是它在布局欧洲市场的经营。因为现在关于这个包括电动车这个问题也是一样。它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投票出来的，所以它其实需要去扩大它在欧洲的这个朋友圈。